妈妈，爸爸说多肉太多了，要把多肉卖了。爸爸什么时候说的？你不在家的时候，他说卖了给我买冰淇淋。那你答应他了吗？没有呀，爸爸的是坏主意，当然不能卖。儿子，你做得很好，不能被诱惑哦。诱惑是什么呀？多肉植物不喜水，却可以水培，做到4点，多肉生根快易繁殖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花花干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。今天说说水培多肉的养护要点。稍微有点多肉养护知识的肉友应该就知道，多肉植物不喜水，浇水太频繁的话，肉轻则徒长，重则烂根化水。不过很少有人知道，不喜水的多肉拿来水培却可以活得非常滋润，而且照样能养出状态，这到底是真是假呢？首先，咱们需要搞清楚多肉植物为什么不能多浇水的原因。其实水本身和肉并不会泛冲，但是当盆土中充满水分的时候，把所有的空气都挤走了，肉的根系得不到新鲜空气就会憋死。而真正说起来，其实不只是多肉植物，还有很多其他的普通花草，水浇多了同样会烂根，这都是一样的道理。所以说，多肉植物确实是可以水培的，而且水培多肉植物非常简单，只要想办法让它的根系能够接触到足够的新鲜空气就可以了。水培多肉植物其实有很多应用场景。1. 原本土培的多肉植物，如果看腻了的话，不妨试试转为水培一段时间，换养护方式，体验一下别样的风格乐趣。2. 一些无根的砍头苗或不好发根的多肉植物，在土培之前也可以先用水培来诱使多肉植物发根，之后再进行土培。3. 或者有些肉友夏天不敢给多肉浇水，也不妨在这段时间把肉由土培转为水培，等到安全度下之后再转回去。那么接下来，花花就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多肉植物的水培方法。1. 水培4要点。1. 脱土。土培转水培的第一步当然是脱土。脱土之后，把根系冲洗干净，把一些死根、烂根、枯根以及过多的毛细根等全部清理干净，然后把肉放到通风阴凉的地方，把伤口晾至干燥收缩。2. 准备水培瓶。晾根的过程中要同时准备好水培瓶。水培瓶的要求是瓶口不能太大，以肉的连坐能够做到瓶口而掉不进瓶中，且根系能够顺畅地放到瓶中最为适宜。至于形状材质则完全看自己的喜好，个人建议可以用透明的小口大度玻璃瓶，不但美观，还可以很方便地观察到水位的高低及根系的生长情况。3. 上瓶。水培瓶准备好了，根也晾好了，之后就是上瓶了。过程很简单，瓶中盛水，然后多肉植物做到瓶口即可。但是要注意的是，瓶中水的高度是重中之重，一定要把握好。通常来说，如果是景天多肉的话，水面高度以刚刚接触到根梢最为适宜，而如果是12卷那样有着很长的萝卜根的话，水面高度则不能没过根系总长的1/3。如果是还没有发根的砍头苗，水面则以离着砍头苗最底部的1到2毫米为适宜。一定要记得，不管是哪种多肉，千万不要把根系完全没入水中，因为这样根系就没有了接触新鲜空气的空间，是绝对活不了的。4. 养护。上瓶完毕之后就是养护了。养护的过程主要就是注意一定要经常换水，保持水质干净，然后还要注意水位不能过高，一定要留给根系足够的呼吸空间。等到多肉植物浮萍并正常生长之后，同样要接受充足的光照，这样肉才不会徒长，而且还能上色出状态。但是夏天是不能给它晒太阳的，因为瓶中的水经过蒸发，会在上部没有水的那部分空间内形成一个非常高湿的环境，很容易就会导致肉化水，所以水培的多肉夏天更要注意遮阴。水培多肉的好处是水质非常干净，基本没有什么病菌或虫卵，所以出现病虫害的几率比较小。同时，一个晶莹剔透的玻璃瓶上面养着如此清新的多肉植物，本身也是非常养眼的。但是水培多肉植物也有一些不足，我们也有必要了解一下。2. 水培的不足。第一，水培多肉植物更容易徒长。
因为不会存在缺水这种情况，家里光照如果不是很充足，土培的多肉勉强还能保持肉嘟嘟的性感，但水培多肉很快就会秃掉，完全丧失了原来的美。所以水培养多肉一定要保证光照，比较炎热时不能暴晒。第二，水培多肉生长相对慢。水培多肉因为养分供应不足，生长会变得很慢，几个月都不见长大多少。而增加养护，施肥不当的话，水培多肉又会快速长成大白菜。总之比较难抉择，不施肥不长，一施肥就徒长。第三，水培多肉不容易出状态。秋天气温降低，温差加大，紫外线变强时，土培的多肉就会逐渐出状态，变得异常美丽。水培多肉秋天虽然也会出状态，但状态始终没有土培的好。问题还是出在水上，多肉状态好不好和控水有很大关系。水培多肉没办法控水，离开水它就直接挂掉，所以状态也只能一般般。第四，水培多肉植物的叶片会变得越来越薄。多肉植物之所以美就美在于叶片鼓鼓的，它们的叶片之所以鼓，是因为里面储存了大量水，在干旱的时候可以自给自足。而水培多肉不存在干旱问题，久而久之叶子就忘记自己有储水这个功能，长得越来越薄。没有肉感的多肉植物和其他植物相差无几，观赏价值自然降低。所以说，家庭养多肉可以玩玩水培尝尝鲜，也可以在土培之前暂时利用水培诱使肉发根好更快浮盆，还可以在夏天暂时水培，但是不建议大规模长期水培。花花个人认为土培才是终极王道。觉得花花的内容不错的话，还请点赞、关注并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的支持与喜欢，我们下期见。